美少女妹妹主动坐在自己大腿上，这哪个妹控能顶得住？反正路德是顶不住的，而且妹妹还撒娇让自己念报纸给她听，路德直接感动到涕泗横流。不过今天的报纸确实有个大新闻，说最近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新的迷宫，他们阿凡西亚或许不久后也会有，到时候就会有许多冒险者过来探险，他们这座城镇也能随之繁荣起来。这时路德又看到了另一条新闻，说他的前队友那个黄毛勇者要去攻略新的迷宫。尼恩之前跟马尼西亚逃过，这个人很讨厌，一聊到尼恩，马尼西亚就顺势问哥哥为什么不接受尼恩姐姐的心意，难道是因为生病的自己吗？路德坦诚回答，虽然也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，但最重要的是他害怕和某人建立亲密关系，一旦变成那样，说不定他就没有办法继续攻略迷宫了。马尼西亚为哥哥的终身大事掏碎了心，但他也不希望哥哥有了老婆就抛弃自己，希望哥哥能在追求幸福的同时一如既往陪伴着自己。路德当然不可能拒绝妹妹的请求。几天后，菲尔把他们召集了过来，目的就是讨伐这只变色龙金刚，顺便调查一下这只魔物是从哪过来的。此时的路德已经拿到了自己的新武器，是打铁铺的父女两人亲手为他打造的一把剑，除了常规功能以外，还配有附加魔力的技能，刚好路德所有属性的魔法都可以用，只需要将某属性的魔力注入到剑柄上镶嵌的魔石里，这把剑就能变成该属性的，而属性之间相互克制，路德就可以随时变换剑的属性，对敌人进行攻击。一旁被召集来的冒险者见状，忍不住吐槽，这种好东西给你真是太暴殄天物了。路德还没怎么样呢，露娜先急了，尼恩也站出来帮路德说话，表示连自己这个圣女都想指明他当骑士。众人这才知道，原来路德之所以现在还只是个 F 级冒险者，只是因为他刻意没有去更新位阶，不然就会被工会叫去帮忙，而他只想探索迷宫，给妹妹找药。说话间，那头变色龙金刚已出现，拥有变色龙属性的大猩猩还会隐身，一上来就直攻菲尔，被菲尔用剑抵挡住了。路德也赶紧上去帮忙，把敌人的火力引到自己身上，让其他人趁机进攻。可那头大猩猩根本就没有要躲避攻击的意思，还不停地发出尖利的吼叫，就好像是一个肉盾一样。路德敏锐地察觉出不对劲儿，果然紧接着就又冲出来两头大猩猩，他们瞬间就被包围了。菲尔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，被恐惧支配，不知道该下什么命令。路德赶紧提醒并安慰他，他可是队长，怎么能自己先怂呢？菲尔迅速振作起来，指挥大家有条不紊的进攻。路德也以一己之力挡下了其中一头大猩猩，趁这个机会，露娜从背后偷袭，对那只大猩猩使出了风之刃魔法。其他冒险者也各展神威，看到这边不需要自己担心，路德将目光转向了另一头，并把剑变换成了火属性，一刀就捅了上去。那只大猩猩的身体瞬间燃了起来。第三头则由菲尔率领的自卫队负责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头了。路德一边吸引火力，一边提醒露娜，露娜如法炮制，继续背后偷袭。大猩猩见势不妙，想要逃跑，结果双腿已经被尼恩的水魔法缠住，接着由路德施展最后一击，大猩猩的庞大身躯轰然倒地。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，所有魔物都被消灭了。刚刚嘲讽路德的冒险者也过来对他道歉。就在这时，那些魔物的尸体突然消散，只留下了颗魔石。这样的死法和迷宫里的魔物一样，难不成他们也是从迷宫里跑出来的？这样的话，就说明这附近也出现了一个迷宫。老家突然出现了一个迷宫，这可是个大喜事儿。果然，尼恩在附近发现了迷宫的入口，他们立刻回去报告了镇长，村民们也纷纷庆祝起来。在庆祝会上，有年轻小伙想要搭讪马尼西亚，和善的路德立刻搭上了他的肩膀，不如先来跟我喝一杯。不过迷宫出现后，问题也接踵而至，里面会源源不断的冒出魔物，这就需要组织冒险者前去讨伐。可冒险者也不全都是好人，到时候露娜、马尼西亚这样的美少女肯定会成为他们的目标。虽然也有专门管理冒险者的组织，也就是战团，而且隶属于战团的冒险者会得到国家认证，必须像骑士那样尽到保卫城镇的职责。小镇居民如果还想像以往那样平静的生活，只能招揽一个战团驻守在这里。事情也的确如路德所料，才一周过去，镇上就来了不少冒险者，路德不得不暂时担起责任，每天在镇上巡逻，约束那些冒险者。这天在街上又碰到两个人吵架，两人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战团，他们都想驻扎在这个城镇，但只能留下一个。可路德才不想要这种喜欢引起纷争的组织，把两个战团全给拒了。没想到那两人见识到路德的实力，又开始招揽路德加入他们的战团。路德自然也是毫不犹豫的拒绝，他只想退休养老，守护妹妹。很快这件事又传到了领主那边，领主就给了自卫队队长两个建议。第一个就是让路德建立战团并成为团长。原来领主一直都非常欣赏路德，镇上的居民也都很信赖他，这对小镇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如果路德不愿意的话，那就只能把迷宫破坏掉了。路德陷入了两难，他不想做战团团长，永远驻守在这个城镇，也不想眼睁睁的看着迷宫被毁掉，城镇的经济继续停滞不前。回去的路上又碰见两个冒险者
起冲突，他必须要尽快做抉择了。结果露娜又跑来告诉他，马尼西亚出事儿了，马尼西亚又犯病了，身体虚弱的不行，即使吃了药也浑身没力气。看到这样的妹妹，路德心疼不已，最终他的心还是偏向了妹妹，决定破坏那个迷宫。为此需要尼恩和露娜的力量。露娜得知了路德的纠结后，忍不住提了个问题，成为战团团长后就必须得留在城镇吗？难道不能找一个人担任代理团长的职务吗？这当然也是可行的，可路德不愿意麻烦别人，露娜就毛遂自荐，他不怕麻烦呀，如果能代替主人守护这座城镇，他反而会觉得很自豪。尼恩也表示自己会辞掉圣女的职务，留在这里协助露娜，大家都尽心协力帮助路德了，就连马尼西亚都不希望路德为了自己放弃那么多。最终路德被打动，总算愿意组建战团了。然而在那之前，他先被阿凡西亚迷宫的调查员给传唤了，没想到调查员居然是他的前队友，除了那对双胞胎以外，还有教会的骑士休格尔，甚至连黄毛勇者都来了。不过勇者没再对路德咄咄逼人，而是告诉了他一个情报，昨天他们在调查途中遇到了拥有自我意识的守护者。勇者傲娇地表示自己现在已经是这副模样了，所以调查这种事就让路德来吧。原来上次被尼恩教育过之后，黄毛勇者就醒悟了，这也算是傲娇的道歉方式。路德本来就是要去调查那个迷宫的，自然没有理由拒绝。临走之前，黄毛真挚地对他道了歉，路德一笑泯恩仇。众人很快就来到了迷宫的第一层，迷宫内部竟然长这个样子，感觉跟外面没有什么区别呀，甚至还有个太阳，但是这个太阳是不会移动的。结果几人刚到第一层，就有3只变色龙金刚冲了过来，路德立刻有条不紊地下命令，莉莉娅和休格尔负责前卫，尼恩和莉莉是后卫，负责辅助和回复护盾，露娜则负责四处移动守护大家。说完后就用自己的盾挡下了大猩猩们的攻击，几人的实力都相当不错，3下5除2就将那几只大猩猩消灭了。然后瞬移来到了黄毛勇者说的守护者出现的地方，却并没有看到人形生物，倒是立刻冲上来2头菲尔多龙，感觉比外面的移动速度更快。路德使用挑衅技能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，让其他人去找魔法阵，找到之后立刻撤退，然后一层一层的深入，每一层的出入口都有魔兽守在那里，就好像是有人知道他们来了，故意安排的一样。而路德他们需要保留力量跟守护者战斗，所以找到转移的魔法阵就火速撤退。就这样来到了第9层，马上就到最后一层了。尼恩向路德伸出手，2人十指相握，一起来到了第10层。守护者果然就在那里等着，自称是这个迷宫的守护者马里乌斯，这一整层都是他的领地，能让他更好的发挥力量。说完后，马里乌斯挥刀直接冲了上去，路德下意识举盾抵挡，没想到对方力气这么大，感觉手臂都要被震断了。对方完全不想跟他们交涉，已经火力全开，事已至此，只能先开战了。尼恩率先甩出一记魔法，马里乌斯一跃而起，躲开攻击。殊不知莉莉娅正在上面等着，但这些人接连不断的攻击，根本就无法伤到他，他就好像连背后也长了眼睛一样。试探了一下之后，马里乌斯确认这支队伍的实力很不错，立刻释放出了全部的力量，整个人直接变成了一具骷髅。化身骷髅架子的马里乌斯攻击更为凌厉，路德他们出现招架不住，只能轮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。可其他人没有路德那么高的防御，血量嗖嗖的往下降。路德就让尼恩专注回复，莉莉则用辅助魔法维持前卫的战力，露娜负责掩护，紧接着自己使出了挑衅技能，她要把所有的伤害全部聚集到自己身上，再找个合适的时机化为攻击，一股脑放出去。不知不觉，马里乌斯的速度慢了下来，路德的护盾已经损耗了3万血，他正准备现在就使用生命转换，结果刚跳上空中，对方就吐出一记吐息，好像露娜及时支援替他挡下，路德这才有时间进行生命转换，把失去的护盾能量转换为攻击，一刀劈开下去。万万没想到，这都没给对方造成致命伤害，反而让马里乌斯更加狂暴了，直接生成了一颗巨大的岩石，朝他们发起了狂风骤雨般的袭击。好在路德及时使用护盾挡下了，可莉莉却不小心被击中，紧接着休格尔也被甩飞，其他人的体力也都逐渐支撑不住。路德开始后悔把大家牵扯进来，真的要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赌上所有人的性命吗？最终他还是下令撤退，可尼恩怎么可能愿意？他曾经告诉过路德，想做什么就去做，不要忍耐。就连之前和路德素未谋面的休格尔也不愿意就此离开，逃跑什么的太没出息了。路德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妹妹的笑脸，他果然还是想拯救妹妹啊，所以拜托大家了，有他这一句话就够了。双胞胎小姐妹立刻当众亲吻，下一秒竟然合二为一。合体后的莉莉娅丽的剑术更是提升了一个 level， 其他人也都全力以赴。最终在路德护盾即将耗尽的那一瞬间，他使出了生命转换，一剑砍向对面的马里乌斯，没想到对方挨了这一击还能勉强站起来，反手又给了路德一刀。路德用最后的护盾能量挡下了这一击，又将这最后的伤害立马转换成了攻击，马里乌斯瞬间烟消云散。然而烟雾散去后，人形
马里乌斯又出现了，笑眯眯地告诉路德自己已经累到一根手指都动不了了，所以接下来随他处置，然后坐下来等最后一击。不过路德并不打算了结他，而是问他有没有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迷宫秘宝。没想到马里乌斯手里就有一颗像鸽子蛋一样的魔石，随手扔到路德手里，只要将这块魔石注入魔力，再许愿就可以了，但是用过一次就会碎掉。路德很感激马里乌斯，请求他继续留在这里守护迷宫。马里乌斯也被路德的实力所折服，握住他的手，欣然音乐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呀！最后，路德将魔石带回家给了妹妹，妹妹用它许了愿，随着一阵光芒消散，马尼西亚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的确没有那么疲惫了，又蹦又跳的完全不会觉得累。路德激动地将妹妹一把揽在怀里，还开始相信只要继续冒险下去，总有一天能把妹妹完全治好，他也终于可以不用再担心突然有一天妹妹就会离开自己。路德喜极而泣，马尼西亚也任由哥哥抱着自己，小声说了句：“哥哥，谢谢你。”